2026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共官宣前水利部副部长田学斌落马，成为新年首虎，而他温家宝秘书的标签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习派和反习派的权斗已经进入深水区了吗？几乎同一时间，习家军内部也暗流涌动。中共实权人物蔡奇的儿子蔡尔金悄然进入发改委要害部门，分析人士直呼，这是在李强的枕边安装了监控器呀！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袁成。2026年1月5号，中纪委通报，前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田学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位62岁的退休官员，力压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成为2026年第一位落马的中管干部，也就是新一年的首虎。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是田学斌身上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秘书的标签。田学斌是甘肃会宁人，大学毕业后在家乡甘肃工作了一段时间。1986年到1989年，在中共中央党校培训部研究生班学习，毕业后调入北京，先后在国家教委人事司、全国妇联办公厅、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这段经历为他进入核心中枢奠定了基础。1992年到2008年，长达16年，田学斌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担任秘书。这段时间，他深度参与决策辅助工作。2003年后，他的身份逐步公开化，曾经多次陪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考察地方，例如陪同温家宝视察河北阜城。2004年全国人大会期间，温家宝对甘肃代表团会宁代表说：“你们会宁是状元县，我的秘书也是会宁人。”这被广泛解读为指田学斌。不过，网络上也有人认为，这个温家宝大秘的标签存在争议。温家宝核心秘书班子是以邱小雄为主，邱小雄后来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田学斌仅为办公厅众多秘书之一，不在机要岗位，更多是外围秘书，直接接触总理核心事务的机会有限。2008年，田学斌离开秘书岗位，调任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晋升副部级，时年45岁。2015年7月，田学斌调任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任期超过8年，直到2023年12月卸任，2024年1月正式退休。期间，他深度参与水资源管理、农村供水保障、南水北调等重大项目。2021年，他带队暗访陕西商洛农村供水问题。退休后，田学斌仍然活跃，任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理事长、第14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委员。2025年12月，他还以原副部长身份在《人民政协报》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推动农村水利高质量发展。田学斌只是近年来水利系统落马官员之一，在他之前还有水利部财务司原司长杨新宇、长江水利委员会汉江集团多名高管，比如黄玉东、朱春省等；南水北调相关官员，像是地方水利厅局官员，比如贵州省水利厅原副厅长周从启、小浪底水利枢纽原党委书记殷宝和。这些案件多涉及工程招标、资金挪用、权钱交易。田学斌任职期间，正值水利投资高峰，南水北调、农村供水等项目推进迅猛，因此靠水吃水，靠哪吃哪，在中共官场上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常态了。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在当下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中，很多人因为压力大、饮食不规律而出现血糖问题。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东西，加拿大 Genex 西洋参黑高滋，特别是血糖偏高的朋友更要试试，它能有效地稳定血糖，提升精力，增强免疫力。我有一位才40多岁的朋友，去年就总觉得口渴，也没有力气，半夜还经常醒，一检查是血糖偏高，医生说再不控制就得吃药了。我这位朋友当时挺紧张，后来我推荐他吃 Genex 黑高滋，就3个星期，血糖就降下来了，睡觉也香了，精力也充沛了。现在他的父母也在吃，感觉都很好。黑高滋是由加拿大政府监管生产，
并且通过了加拿大 FDA 和卫生部双重认证。临床实验证明，它对稳定血糖、提升精力、增强免疫力都有明显的效果。里面不含糖分和西药，温和不伤肝肾。想试试的朋友，描述栏有购买链接，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大食局，就可以享受85折。好，我们接着讲。田学斌的落马表面上是延续了中共永在路上的高压反腐态势，但他的特殊背景和落马时机却让外界嗅到了更深层次的政治信号。这位曾经服务于温家宝时期的秘书，在退休仅2年后被查，恰逢中共内部权力格局调整的关键节点，引发的不仅是水利系统腐败的再审视，更可能指向中南海派系斗争的白热化。自去年以来，关于习近平大权旁落、温家宝、张又侠等人掌握实权的传闻，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去年10月中共4中全会前后，同时有9名上将被官宣落马，并且出席中共4中全会上的面孔缺失了很多，这加重了这些传闻的真实性。2025年年底，政治局会议加重强调政治忠诚，党政系统的团团伙伙成为新一轮整肃的目标，凸显中共权力斗争的紧张氛围。独立时评人蔡胜坤认为，2026年中共围绕着21大的人事搏斗只会更加激烈，卸任元老的安全问题也会浮出水面。温家宝在元老中身体相对好很多，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又以亲民的形象出现，也是历届总理中唯一大谈政治改革的人。新年伊始拿下跟随他多年的秘书，对外传递的信号很明确，那就是警告各位还在政坛上发挥影响力的元老，不要轻举妄动。X 账号党派评论则认为，如果中央决策议事机构是温家宝在掌控，田学斌被抓，就说明习温斗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中共的权斗不仅是在习派和反习派之间展开，在习派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争斗。其中，蔡奇的儿子蔡尔金的异军突起，成为观察派系博弈的新焦点。一方面，田学斌落马被解读为对温家宝系的清算；另一方面，蔡尔金的职场崛起，则折射出福建帮的权力扩张，以及对属于浙江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的潜在威胁。蔡尔金1985年出生，毕业于浙江大学，早在2019年就进入国家发改委担任处级调研员。2024年，他悄然升任基础发展司副司长，负责长江经济带发展相关工作。2025年，更被调到新成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司任副司长，也在企业官网曝光。这一系列快速晋升，显示他的背后有强有力的政治推手。国家发改委被誉为小国务院，掌握国家钱袋子和项目审批，是国务院的核心部门。而李强作为国务院总理，自然是这个部门的直接领导。蔡尔金的职位调动，尤其是在李强全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时刻，引发外界猜测。独立时评人杜正认为，蔡奇把儿子安插在李强的地盘，就像是在李强的卧榻之旁安放了一个监控探头。这不仅是对李强权威的挑战，也可能为未来福建帮在经济领域的话语权铺路。蔡奇现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常委，实际掌控警卫、秘书、特务大权，被视为实际运作整个帝国机器的关键人物。他身兼21个职务，从中办主任到国安委副主席，几乎把持所有的关键权力。2025年11月，习近平去广东考察，陪同人员清一色为福建帮成员，像黄坤明、何立峰，这被解读为福建帮的强势宣示。相比之下，李强作为浙江帮代表，他的智能沈丹阳也被福建帮渗透，进一步压缩了其操作空间。这种内部权力再分配的迹象，预示着习派内部的裂痕正在加深。蔡奇的崛起不仅是对李强的压力，也可能为田学斌案后的派系博弈埋下更复杂的伏笔。在2027年21大前的关键期，福建帮的扩张和温家宝系的清算，或许只是更大棋局的开端。独立时评人杜正指出，去年93阅兵期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到活到150岁的话题，
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对终身执政的潜在期待。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地方财政和社会风险不断累积，中南海的政治稳定基础正面临现实挑战，变天条件正在成型。杜强认为，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压力最终将倒逼政治格局出现调整，甚至引发最高权力层面的重新博弈。他指出，后习时代并非遥远假设，而是已经在多重不确定因素叠加下悄然展开。21大前后将成为各派系围绕权力走向展开激烈角逐的关键窗口期。杜正此前也引述北京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在体制内并非秘密，一旦出现突发情况，现实权力结构缺乏明确接班安排的问题将被迅速放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之间极可能成为最高权力的直接竞逐者。相关人士形容，蔡奇和李强之间并非仅止于面和心不和，在部分公开场合，双方的紧张关系已经呈现于互动细节之中。杜正认为，在缺乏制度化接班机制的前提下，一旦最高权力出现真空，蔡李之间爆发激烈内斗将是高度可预期的结果。这一判断也使外界重新审视当前一系列反腐和人事布局的深层含义。对潜在变数的提前处置，或许已经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主线。综合来看，田学斌的落马已经很难被视为一宗孤立的水利系统反腐案件。从胡温时期中枢官僚被追责，到反腐节奏提前，从围绕最高权力稳定性的种种传闻，到习派内部权力重新分配的暗流涌动，再到蔡奇体系向国务院核心部门延伸触角，所有迹象指向同一个现实：中共权力结构正在进入高度不确定的深水区。在这个过程中，反腐既是清场工具，也是政治信号，既指向过去，也服务于未来。田学斌或许只是第一张被翻开的牌，但在21大之前，围绕权力安全、接班风险和派系存续的博弈，显然不会就此止步。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谁会落马，而是谁能在这场提前到来的权力洗牌中活到最后。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